大家好，我是明君。这次要去寻找一座听说是刻在山壁的巨大石像，号称台湾版的敦煌石窟。而且更特别的是，这座巨大神像居然是位在台北市啊！透过空拍还可以看到它与101同框的画面。这座巨大的神像是无极天王，实际位置可以 Google 天宝圣道宫，这里也是台北市松山路的尽头。Hello， 各位，我是明君。今天我来到松山的天宝圣道宫，来寻找一尊非常大尊的雕像，它甚至有一个绰号叫做台版的敦煌石窟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入口处呢，可以发现到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一座触魂碑。这座触魂碑是建于日本时代，原本位于大龙洞当时的屠宰场旁边，是为了安抚被宰杀的动物灵魂，但更正确来说是当时的人害怕宰杀了太多动物，所以盖了一座石碑来安抚动物灵，也安抚人们不安的心。台北现今还保留4座触魂碑。话说这里也是通往世寿山狮山的登山步道，站在这个步道口就可以看到巨大的神像就在上面。想问各位，先前有听过无极天王吗？如果没听过，好像也是挺正常的。毕竟台湾就是各种宗教信仰都有，光是佛教、道教就能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教派，而这些教派也会衍生出另一个神话或是宇宙。这就像是什么？像是七龙珠完结之后，后来又出了一个七龙珠 Z、七龙珠 GT， 后来又有一堆非官方的同人漫画。当你在和人讨论七龙珠的时候，就会不知道该用哪个版本的讨论。总之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吧。在庙宇旁边的楼梯就可以看到写着无极天王的指标，眼前的巨石写着重兵器搬运，伤患后送，意思大概就是上去的路程不易行走，希望旅客量力而为吧。眼前的山神洞是依靠石头而建的小庙，望进去看，可以看到石壁的部分，上面的匾额写着山神庙，神位上刻着普治山王神。山神庙后面可以看到小庙依靠的巨石。再往上走，从入口处约走了10分钟，就可以看到无极天王。这尊神像非常的大尊啊，那到底有多高呢？网络上查到的各种版本都有，我无法求证到底有多高，但大家可以从旁边2层楼的房子来参考，比对之后看起来大约是接近4层楼这么高啊。山壁被凿开，里面有一尊大神像，这画面看起来真的是挺惊人的。从空拍的角度来看，101刚好也可以入镜，总觉得这画面有些神奇啊。像是现代文明后面藏着一尊神像一样的神奇画面啊！至于这尊神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，网络上只查到一篇文章，文章源自于民族晚报的报道。一位原本是经营糖果饼干生意的黄先生，来到了庙里修身养性，后来得到了天意。毫无雕刻经验的黄先生，靠着灵感与顿悟，就开始着手雕刻，而且也没有打草稿，靠着神明的指示和帮助，就开始由上而下的雕刻。他搭了高架，悬挂在山腰雕刻，历时8个月，耗资20几万，便完成了这样一座巨型壁刻的石像啊！我觉得这听起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啊！不知道其他石雕师傅听到会有什么想法呢？这就像是从没去过学校也没有读过书的人，去参加了大学考试，就考上了第1志愿，只因为他靠着毅力和天意写完了考卷，就考上了第1志愿。我只能说，天意果然是高深莫测啊！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我不理解的事情。无极天王的旁边是祖母殿，房子的上方有2个雕像。我一开始远看的时候，还以为上面写着英文字母的 B， 我只能说我误会大了啊。接着我再往里面走去，凹下去的山壁里面4凤观音，以及旁边有一只粉红色，应该是鸟之类的生物或是神兽，粉红色的身体和蓝色的翅膀，这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而且前方还有香炉，看来是有人在上香的。我对神明的认识浅薄，但对奇特神像和奇特雕像略知一二。这尊神像让我想到了这张照片啊。往一旁的小径走去，这里刻着《金刚经》，
往上走是拜观音的地方，以及和一尊写着无极的金色石碑。这里也是依靠着高耸的山壁而建的。再往前走，听闻这里叫做弥陀园，这又是另一区了啊。我个人觉得这里分作好几区：天宝圣道宫、通明寺、无极天王、弥陀园。每一区看似有关联，却又好像各自为政。天宝宫的门牌下面写着通明寺，这真的让人有点不太理解啊。在前几年的新闻也有传出争产的争议，所以我可能是走在一个无法定义的地方吧。就像是眼前的物体，前方有着一个刻着佛的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远远看以为是香炉，但近看这个高度又不太像。这个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解惑。无极天王的旁边还有一个挑高2楼的建筑，有着很高的龙柱，里面有一面很大的石壁，刻着无极天王令。这一面石壁也大约是2层楼高啊。总结一下心得只有2个字，就是奇观啊。巨型神像在台湾并不难见到，但这尊巨型神像的特别之处，除了是在石壁内之外，大家注意它的前面还有个香炉，以及有个拜殿，所以这尊神像是真的有在供人上香跪拜的啊，而非纯观赏用的。这和其他的巨型神像有了极大的区别，所以我的心得就是奇观。好的，这次就说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。